才剛剛結束全球矚目的台北國際電腦展，台灣正站在全球 AI 狂歡的暴風眼。但在這場狂熱背後，隱藏着一個令人擔憂的泡沫。世界巨頭都在瘋狂燒錢買設備，耗盡了能源，卻遲遲還沒看能落地變現的 AI 商業獨角獸。企業在 AI 上的投資重如泰山，真實的 AI 獲利卻輕如鴻毛。先把花裡胡哨的 AI 創新與專業暫時請到一邊，從第一性原理來看，如果那位人人心中敬仰，連郭台銘都會行跪拜大禮與神告別的台灣經營之神還在，他會怎麼做？要找到答案，我們必須將時間拉回民國43年。當時的經濟舵手尹仲榮握着美元的救命繩索，在台灣最赤貧的年代裡找到鐵證數據。一個銀行存款高達800萬的年輕人王永慶，他是茶農的長子，台灣人心中的經營之神。怎樣的父母能夠培育出絕世企業家？故事不是我們想的那樣，他並沒有被從胎教開始培育，沒有上過世界頂尖學府，沒有繼承政經人脈。事實上，他一無所有。天下雜誌有一段令人心疼的訪問，他父親曾因貧病交錯，要上吊自盡，但太虛弱站不起來，又倒了下去，聲音驚醒了正在睡覺的王永慶母親和兄弟，全家抱在一起悲慘痛哭。這就是經營之神童年的底色。民國6年，王永慶出生於台北新店。8歲，他每天打赤腳走3小時去學校上課，下課後回家養豬。9歲，他父親體弱多病，全家靠母親養。母親永遠有忙不完勞務工作。15歲，他小學畢業，因為家貧，他離家去250公里外的嘉義，在一家米店當學徒，月薪低，睡米倉。16歲，他向父親借200美元到嘉義開米店。母親的堅韌，父親的支持，也成為他的最強原動力。在最艱難時代的環境下成長，小學畢業的他初次創業就能做出正確的商業判斷。MBA 的管理課程，他一堂都沒讀過，但是不管成本控制、店面營銷、客戶服務、定位差異化，他完全落地實施。當時已經有30家米店，他用4招戰術超越同行：1. 早起貪黑，每天比別人多營業4小時；2. 幫客人洗米缸，把米裡的石頭和沙一粒一粒挑乾淨；3. 他記住每一個客戶家裡有幾口人，幾天吃完1袋米；4. 在客戶開口叫米之前，他已經扛着米送到客戶的門口了。王永慶只有小學畢業，但是他交出的成績單卻能傲視無數企管專業精英。25歲，他累積10年米店積蓄，在新店老家購置50畝土地。27歲，因日治總督府實施米糧配給制，被迫結束米店，轉入木材生意。37歲，他的銀行存款已經累積到800萬。民國43年，台灣國營工廠台鹼電解食鹽生產燒鹼，會生產有毒副產品氯氣，因為不能排放，台鹼只能花錢把它運到外海丟棄。政府想到，只要把台鹼的氯氣加上台肥生產的電石，就能製造 PVC 塑膠原料。2間國營工廠的廢料加在一起，就是一條產業鏈。尹仲榮的邏輯很清楚，美元的錢要交給民間企業來做，避免流入黑市。他開始找事業成功、有錢有膽的企業家，翻開銀行存款記錄，找到存款超過800萬元。白手起家的年輕人王永慶，幾番的撮合，政府提供國際人才，協助沒有相關背景的王永慶。他和合夥人趙廷珍把計劃書送到美國華府。同年5月，美國貸款79.8萬美元正式下來。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帶着完整的技術規劃進台灣。王永慶評價尹仲榮，民營工業之父：1. 發現國營廢料；2. 制定產業計劃；3. 媒合經營人才王永慶；4. 去向美國提案；5. 美元貸款與技術進駐，才有後來的台塑工廠。民國46年，高雄廠開始生產，開局很成功，然而戰場卻很慘烈。每天4公噸 PVC 粉，是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小的 PVC 廠，品質差，成本高，賣不出去，成品堆滿倉庫，股東一個一個離開。表面上是時代送給王永慶一個百年難遇的商機，塑膠產業，但直視商場的殘酷。事實恰恰相反，是時代需要王永慶的精算與管理。塑膠浪板首次銷售一敗塗地，但是政府找對了經營人才，有人才就能解決問題。王永慶沒有帶過大公司，毫無相關背景，卻贏了這局超越他人生經驗數百倍的豪賭。神的故事值得一代代傳頌下去。
他深夜苦思，塑膠浪板賣不出去的因素：一、國民所得只有台幣400元，如果售價太高，那全家就要喝西北風了，因為台風吹過後，要買很多片才能蓋滿屋頂。二、台灣人對塑膠浪板非常陌生，要先教育消費者，塑膠浪板跟石棉瓦一樣，可以固定在屋頂上擋風遮雨。三、必須要擴大生產，讓單價降到消費者買得起的價位。在台風季節，塑膠浪板不是消費品，而是消耗品。四、為了擴大生產規模，攤平成本，他開始製造塑膠水管、塑膠日用品等多項產品。這是標準的市場需求未開化與定價策略錯誤。這個連現代 NBA 團隊都會頭痛的死局，王永慶憑借着16歲開米店時練就的底層直覺，打出了一套不可思議的組合拳。以現在的專業用語是垂直整合。沒人會賣塑膠，他就自己成立南亞塑膠，親自建立下游的終端通路。單價太高，他就逆向操作，用極致的規模經濟強行攤平生產成本。從工廠管理、成本定價到教育客戶、市場定位，王永慶憑借過人的膽識，一手包辦了整條產業鏈。所謂的經營之神，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封號，那是由無數次數據導向的決策與鋼鐵般的意志堆疊出來的成果。台塑的成功一半要歸功於世界上最好的弟弟王永在。草創初期，背極艱辛，信賴兄弟二人秉持刻苦耐勞，終奠定穩固基礎。王永慶和王永在是兩種不同個性的人。王永慶直接、剛烈，眼光看遠，說不行就不行，說要做就做。王永在隨遇而安，哥哥的決定他100%執行，從不多問一句。有記者問王永在：“你們兄弟有沒有吵過架？”他說：“他講他的，我轉頭走掉就是了。”民國62年，他捐資成立長庚紀念醫院基金，以父親的名字命名。他永遠忘不了父親生病求診無門的畫面。鐵律不以賺錢為目的，絕對不收紅包，引進最新技術，只為服務中低階層。民國65年，長庚醫院開幕，後來成立長庚科技大學、長庚養生村。民國84年，與弟弟王永在設立王瞻樣慈善基金會。民國97年，王永慶在美國逝世。11月8日，在長庚大學舉行告別式，馬英九總統、蕭萬長副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等人都出席參加。馬總統頒贈褒揚令，賜院院長並為王永慶棺木覆蓋國旗表達尊敬。郭台銘行跪拜大禮與神告別。我是陳怡倩，感佩經營之神留下的典範，對成本極致精算的精神，以及凡事追根究底的態度。就在此刻，台北的電腦展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台灣已站在全球 AI 硬體製造的中心，以台灣人的國民韌性，配得起這樣100年一次的幸運。全世界都在燒錢，能源告急，卻還沒找到 AI 真正獲利的商業模式。如果經營之神還在，您想他會怎麼做？王永慶當年進軍塑膠業時，完全是個門外漢。塑膠浪板賣不動，庫存堆積如山時，他沒有選擇縮小規模，反而大膽擴廠。因為他算準這絕對是一筆合乎人性與需求的賬，只要透過規模化，把價格降到極致，市場自然就會出現。反觀今天的 AI 巨頭，蜂擁的發行債券、募股投資，他們是在搶佔地盤，還是真的在解決企業的痛點？想到王永慶的名言：“省1塊錢比賺1塊錢更容易。”在 AI 世紀，以王永慶一流企業家的精算，他會用最低的成本，將 AI 代理精準導入公司的真實運作，以解決流程裡的每一次浪費，這才是王道。